业绩不能达标者死。我拿到了梦中大厂的 offer， 本以为从此走上人生巅峰，前途无量。可签约的时候看到上面这行字，我呆住了。我咽了口唾沫，后背发毛，刚想拒绝，一支黑压压的枪管早已顶到了我的背后。拒绝合约者也是死。被逼无奈，我拿起签字笔，紧张地写下自己的名字林长安。停笔之后，一抹血色不知从何而来，附到了我的手腕上，宛如一条贴紧的腕带。听完 HR 的话，我颤颤巍巍地走出了办公室。大厅里早聚满了一道道人影，每张脸上都写着慌张、惶恐和迷茫。待我到人群中站定，一阵沙哑喇叭声误地响起，诵念起古怪的员工守则。本次招募员工100人，欢迎各位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请大家严格遵循员工守则的规定，违反者死。1. 禁止擅自逃离公司范围。2. 禁止以任何手段攻击和伤害考官和同事，包括你身边同一批的新人。3. 公司具有良好的组织架构，设立了多个职级，并构建了上升通道，每一次升迁都有一场对应的规则考验。4. 在考验当中，业绩不能达标者死。5. 成功升至 K12 职级，便能顺利升缓，离开公司，甚至掌控公司。目前各位的职级为 K2 见习期，请前往2楼接受升职考验。规则全部介绍完毕，魔人的电子音总算消失。被深黑的枪管指着，没人敢有半分造次。不能逃跑，不能反抗，想要活命就只能按规则行事。100号人在大厅里面面相觑，迟迟没人踏出前往2楼的步伐，去接受升职考验。毕竟一旦失败，业绩不达标，就得把性命丢在这里。空气变得十分凝重，呼吸都越发急促紧张。眼看提枪的安保人员已经有些不耐烦，开始催促我们上楼。有人小心翼翼地提出了疑问：那我要是不想晋升，是不是就不用接受考验了？可仅仅3秒之后，他期待的眼神就化为了绝望。手腕上的血色腕带突然勒紧，让他痛苦不已。他艰难地捂住手臂，难掩哀嚎和惨叫。冰冷的喇叭声再度出现：不想晋升，那就死吧！还没说完，那人的手腕便应声爆开，血流如注，溅出3-5米，留下一只空洞的手臂。他一边害怕的痛哭，一边把衣服裹到伤口上，试图止血。可安保人员却并不想给他这个机会，径直走上去，扯开了包裹的衣物，拉住他的双腿，把他活生生拖走。任凭血痕满地，空气中满是刺鼻的腥味和肃杀的气氛。看着这可怕的画面，我忍不住咽了口唾沫。一想到我手上也有同样一条腕带，便止不住颤抖。喇叭声像是很满意这个结果，他笑了笑，解释道：如各位所见，我们不喜欢没有上进心的员工。此言一出，所有人疯了似的向2楼跑去。欢迎来到2楼销售部，这里是电话销售区，我是这里的考官。2楼的办公区域被划分成了一个个正方形的小隔间，每个隔间里仅仅摆着一张桌椅和一台座机电话。一名经理打扮的工作人员早已在此等候多时，见我们出现，便说起了升职的规则。传达信息是职场人必备的基础能力之一，在这里你们只需要做2件事。第一，拿起电话，说出一个指令，系统将挑出1名员工执行。淘汰的人数越多，对剩余人员的升职和存活越有利，所以请尽可能给指令增加难度，提升风险和攻击性，杀掉那个接收命令的人。该环节结束后，进入第2轮，每个人将拿起电话，接听1道指令，严格按照指令要求行动。做不到的话，视为业绩不达标，将被公司淘汰。淘汰2字说得轻飘飘，好像并没有什么影响，但所有人心里都清楚，业绩不达标的人会死。随着他一声令下，1分钟倒计时正式开始。我拿起手里的电话，顿时有些茫然，该说什么？不管我提出任何要求，都将有一位同事在下一轮拼命执行，所以要求越致命越好。但与之对应的是，第2轮的我也将接收到别人传来的命令，这无疑是一个心理博弈的问题。如果所有员工都选择对他人严格，那这第1关就将是一场屠杀，人性的自私将展示得淋漓尽致。可以想象，几乎没有几个人能活着走出办公室。但若是自己选择放宽要求，却换来了别人的索命指令，该怎么办？考官并没有交代每个人的匹配对象会是谁，或许有一定规律，或许完全随机，杜绝了私下联合、互开绿灯通过的可能。短短1分钟，也很难将近100个陌生人整合起来，互惠互利。更何况考官已经说过了，淘汰的人越多，对剩下的人的晋升就越有益。想要所有人齐心协力共度难关，无异于天方夜谭。竭力思索和紧张让我头疼无比，抹撒电话机许久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而我隔壁几个隔间的人似乎已经开始了行动。请抠掉自己的所有手指甲，请掰断自己的大拇指，请用尽全力把头撞到尖锐的桌角上。一条条指令让我心惊胆战。在温柔和残忍之间，似乎大多人都选择了残忍。我都不敢想象第2轮时这里将变成什么样的人间地狱。1分钟并不算长，我仅仅是纠结观望了一会儿，时间便已经走掉了2/3。
只剩最后20秒，场上1半多人都已经说完指令，放下了电话。仍未完成的员工们几乎个个都和我一样，眉头紧锁，愁容满面。我试图找些线索和解决办法，却根本使不出力气。想要完美通过这关，太考验彼此之间的配合了。可竞争激烈的黑暗丛林里，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刀刃向外。这才仅仅是第1关而已，就要面临这么大的风险吗？我紧张地左右环顾，脑子里不断闪烁着一幅幅画面。这栋楼高不见顶，想要存活也要升到 K12的职级才行。我却在2楼的第1关间隙期就面临着几乎必死或者重伤的局面。看着窗外浓厚的阴云，我始终觉得这一关绝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，一上来就团灭，恐怕也不是公司想要的结果吧。我不断回忆着喇叭和考官说的一条条规则，让他们在脑海中交织。猛然间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巨大的矛盾点，极其致命而且阴险。我忍不住瞳孔睁大，正在原地，直到最后5秒的提示音响起，我才终于从震惊中惊醒，急忙拿起话筒，说出了一条极其简单的指令：举起一次左手。刚把话筒放下，一声叮铃的脆响紧接着响起。第1轮结束。非常好，99位见习生都顺利布置了指令，没有人拖后腿，我很欣慰。考官笑了笑，鼓起了掌，虽然表情很开朗，可落到我们眼中简直就是凶残可怖。他摊开手，又指了指电话机。如果没有什么异议，我们就要开始第2轮接收指令的环节了。想不想知道自己会收到哪位同事的指令？会被要求做什么样的事情？会不会特别凶残，特别暴力？真是想想都特别期待。说到这里，他甚至激动地搓了搓手。我宣布，第2轮正式开始，请各位拿起手中的电话，听取指令，并严格按照里面的内容做事。待他说完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按了按紧张的胸口，努力让自己变得平静。随后接通了电话，等待命运的审判。听筒里先是传来一股丝丝的电流声，过了许久，才终于听见清晰的人声。这个嗓音清脆中带着急切和紧张，非常熟悉。他略有些发颤地对我说：“举起一次左手。”心里石头落地，我总算长舒一口气。那是我自己的声音。与此同时，格子间里已经传来了无数怒骂，懊恼的脏字频频响起。没错，这就是第1关的奥秘。每个人给出的指令，在第2轮最终都会回到自己的耳边。规则里只说了指令会传达给某位员工，却并未指明传达的具体方向。我一度以为会是随机选取，可就在我梳理规则的时候，却发现了一丝猫腻。在大厅时，喇叭声提出的总规则里，明明就有这么一条，禁止以任何手段攻击和伤害考官和同事，包括你身边同一批的新人。可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直接让我们自相残杀的考验？这简直是自相矛盾。难道说公司在布置任务的时候，根本没把内在逻辑思考清楚？简单分析后，我摇头否决了这个可能性。那结果便显而易见了。唯一能使2条规则同时实现的条件，就是每个人下发的指令最终都会落到自己的头上。如此一来，每个人都只能伤害自己。考官的话在误导每一个人，一道道嘶吼声撕心裂肺，在我耳畔此起彼伏。他开始倒数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命令买单。我轻轻举起左手，屏住呼吸，看着眼前的人间炼狱。格子间里血流无数。走出销售部，喇叭声再度响起。恭喜各位完成考验，晋升为 K5 专员。目前存活人数33人。闻言，我不禁后背发毛。一个出考验，竟然就死掉了2/3的人。接下来，请各位前往5楼集合，迎接第2次晋升考验。这一次的主题是专注与合作。爬上5楼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条长廊。长廊两侧有一个个玻璃隔间，每个隔间里摆着圆桌和木椅。欢迎来到5楼，这里是登记处。考官微笑着伸开手，按上楼的顺序把我们分成了3人一组，分别领进了11个隔间。之前的喇叭声提到了第2关的主题，带有合作的字眼，因此隔间里的另外2人多半就是我本次的同伴。经过简单的交谈，我对他们有了初步的认识。一个叫易山，一个叫姜子玉。易山是个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，深黑的西装包裹着干练的身躯，说话比较简洁，表情也相对镇定。姜子玉则是个身穿白衬衫的马尾少女，脸颊上挂着浅浅的婴儿肥，更像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。等我们互相介绍完毕，考官的声音也从门外传了进来。考验正式开始。登记处的工作需要最精准的数据录入。各位，在你们每个人的前方都摆着一个记录本，你们需要在15分钟时间里，按照顺序从数字1开始写到数字1000。出现错误或者超出时间者直接淘汰。请注意，本次考验为团体任务，每组共有3人，只要有1人出错，整个团队都将共同承担后果，一并淘汰。所以不要只盯着自己的纸面，请时刻关注自己的伙伴。3分钟后，倒计时正式开始，祝你们好运。听完规则，我下意识瞥了瞥桌上的纸笔，不禁捏了把冷汗。写数字的游戏并不是我第一次经历，
前2年的商场附近，经常都有人以此为噱头摆摊，免费参与，在规定时间内从1写到500，成功者能获得玩偶奖励，失败者需要支付20元。靠着这个游戏，老板赚得盆满钵满。这个要求乍看非常简单，几乎没有任何难度，所有人都有信心挑战。可一旦亲身尝试，才能感受到其中的厉害。在漫长重复的机械操作里，只需一个恍惚，就会让前面的努力全部化为泡影。对人的专注力是个极大的考验，并且密密麻麻的数字会造成强烈的视觉疲劳，大大增加失误率。没记错的话，当初我挑战时在300前后失败了，而登记处的要求比商场里的还要严苛，不仅总数变成了更大的1000，还加上时间限制，15分钟写完，相当于每个数字的用时都不足1秒。最要命的是，仅仅自己写完没有任何意义，但凡同伴出现一个失误，所有人都将坠入深渊。压力涌上来，我的呼吸都不自觉地变得急促。这一关很难，焦虑的气氛笼罩在玻璃隔间里，我们3人各自摩挲着手里的纸笔，都有些沉默，汗水浸湿了后背。要知道，玩游戏失败了，结果也就是失败而已，大不了付点钱，心疼一小会儿。可在这里失败的话，结果只会有一个：死亡。生命威胁裹挟着巨大的压力悬在头顶，让我握笔的姿势都有些僵硬。本来想好要说的战前动员，都活生生咽回了喉咙里。最后还是一山轻咳一声，率先开口，打破了沉默。2位，现在我们的生死已经绑到了一起，你们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姜子玉闻言，深吸一口气，握紧了手中的笔。我保证，我会全力以赴，避免失误，绝不给大家拖后腿。我点了点头，我也一样。听完，一山嘴角一松，摊开双手笑了笑。放心，我没有质疑2位的意思。生死攸关，我们手里都握着彼此的生命，相信2位也不可能拿自己的命来开玩笑。可在我看来，这一关对意志力的考验非常残酷，但凡思绪闪烁1-2秒钟，都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失误。大家各自为战的话，失败的概率实在太高，包括我自己也没有十足的把握。所以我有一个合作的提议。接下来的2分钟里，一山向我们介绍了他的计划。为了尽最大可能杜绝注意力流散，我们需要在写数字之前，先将其念出声来，在嘴和脑子的信息统一之后，才能将数字认真写下，并且在写数字的时候，脚尖也要跟随着轻轻点地。多重任务堆叠，有声音、动作等各种要素交织，能把走神和卡壳的概率降到最低。因为担心大家的声音混到一起，互相干扰，报数的工作则由我们轮流承担，一人报一个，循环往复，达到互相提醒、互相督促的作用。听完这个计划，我不禁暗暗感叹一山的冷静。在这样焦灼的氛围里，他居然还能沉下心来，迅速编出一套合理的方案。虽然要比单纯写数字累上不少，但安全性可谓是大大增加。不怕辛苦，只怕失误。随着考官的一声令下，倒计时正式开始。一山打头，我们开启了同步计数模式。隔间里响起沙沙的笔画声和清脆的跺脚声。2、3、12，排在前面的数字位数较小，所以念得很快。仅仅5分钟，我们已经写下了400多个数字，进度喜人。只要这样平稳地坚持下去，或许能提前完成任务。可就在我信心满满的报数计数时，耳畔突然传来了一道撕心裂肺的惨叫声，砰砰的爆响，此起彼伏。我知道那是别的小组有人血肉破开的声音，那声音太大，甚至差点盖过了姜子玉的报数声。紧张的情绪爬到我的脖子上，让我青筋暴起，手臂一软，笔画都变得有些歪歪扭扭，差点就写错了。好不容易勉强写对了，那个隔间里又紧接着响起另外2道凄惨的嚎哭，失误者的队友也被淘汰了。冷汗从我的下巴上滴落，恐惧涌上心头，我差点停下手里的笔，滞在原地。好在一山刻意加大了报数的音量，才强行把我拉回了现实。慢慢镇定下来，我继续书写。这样的干扰后来又出现了3次，每一次都让我心惊胆战，肾上腺素风一样的分泌，精神紧绷至极。直到一山念出最后一个数字时，我才终于长舒一口气，在白纸上重重写下1000。心里的巨石落地，我几乎没了力气，浑身瘫软，彻底倒在了椅子上。这一关我们用时14分钟，顺利完成。1分钟后，倒计时结束。除了我们，还有5组成功过关，有1组因为没有写完，仍然被淘汰出局。我眼睁睁地看着那3人痛苦倒地，腕带泛起深红的光芒，仿佛点燃了炸药的引线，最终引爆了全身。他们变成一条条碎片，挤在逼仄的隔间里，透明的玻璃仿佛都加上了一层血红的滤镜。哪怕这个场景今天已经见到了许多次，我也依然难以适应，止不住的干呕。喇叭声适时地响起，恭喜各位完成考验，晋升为 K7 主管。目前存活人数18人。接下来，请各位前往7楼集合，迎接第3次晋升考验。这一次的主题是执行力。
佩戴上主管的工作牌，我们走进了7楼的档案室。这里被划分为一片片区域，存放着不同类别的文件。考官面无表情走在前方，示意我们跟上。欢迎来到7楼，在这里，你们需要依次穿过3间库房，到达下一关。各库房首尾相连，均有1门之隔，门上刻着对应库房的一条铁律。无论里面会发生什么事，都必须遵守，否则将直接淘汰。请记住，坚决执行是职场人宝贵的品质。我会在7楼的尽头等待你们，祝各位好运。说完，他便笑着转身离去，只给我们留下意味深长的规则和一道深色的木门。门上有不少白色的划痕，拼凑起来是几个凌乱的文字，禁止回头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准备迎接门后的世界。脑袋里蹦出许许多多幻想，不知前面会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。经过了前2关的残酷，这里会出现什么，我都不意外。可当推开木门的一刹那，我还是愣住了。门后除了排列整齐的档案柜以外，竟空无一物。地板的尽头孤零零地立着第2扇门，离我们只有不到30米的距离。也就是说，这一路上没有任何阻碍，我们只要保证不回头看，就能轻松度过第1重考验。第3关怎么变得如此简单？我的眼皮微微扯动，暗自捏了把汗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在这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公司里，看着越安全的地方，却越让人有些担心。档案室里灯光昏暗，隐隐约约间，如有一只猛兽蹲伏在前方，张开了血盆大口。待所有人走进库房后，木门缓缓关闭，灯光熄灭，这里彻底陷入黑暗。我擦了擦额间冷汗，只能凭着记忆往下一扇门的方向小心翼翼踏步。紧靠在我身旁的，则是上一关的队友一山和姜子玉。毕竟一起经历过生死，我们之间也算有了较深的信任。加上公司里有规则限制，禁止伤害同事，所以简单商量后，我们一拍即合，决定后续的关卡也继续合作。在这样危险的地方，有人陪着也能安心不少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库房里的能见度实在太差，根本没走出几步，我就在混乱的脚步里丢失了他俩的踪迹。紧张的情绪使我不自觉想要加快脚步，希望尽快走完这段压抑的路程。可这里的地板偏偏像粘人的沼泽，任我再焦急，也只能缓缓前行。极致的黑暗里，所有人都呼吸急促，脚步跌跌撞撞，缺氧感慢慢爬上了头顶，越走下去越觉得昏昏沉沉。我只能在心里不停重复着不要回头，强提精神向前挪，直到一道声音传进我的耳朵，打破了寂静。我听到有人在我身后呼喊着我的名字，林长安，林长安。是一道女声，一直若隐若现，直到一只手拍在我的肩膀上，我才终于听得真切。这道声音来自姜子玉，他说终于找到你了。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，他叫我干什么？而且为什么把手搭到我的肩膀上？我浑身冷汗直冒，精神紧绷那么久，刚才突然被人呼唤，我差点就下意识地转身应和了。而在这个地方，只要回头了就会死。我咽了口唾沫，一时之间竟不知道他是真想找我，还是想要害我。但伤害同事不是绝对禁止的行为吗？无数个猜测在我的脑海里盘旋，却分不出个结果。我只好咽了口唾沫，保持着看向前的姿态，小声地发问：怎么了？可回应我的并不是姜子玉的声音，而是另一只手。趁我脚步停滞，一只宽大的手已经从另一侧悄悄攀附上来，一下拍在了我的后背上，让我心里一紧。一山的声音也在我的耳边响起：我们被考官给骗了。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彻底站不住了，后背汗毛倒竖，手臂上涌起一片又一片鸡皮疙瘩，紧张的情绪在脑子里炸开。被考官骗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或许是感受到了我的震惊，一山紧接着说道：刚才我们进门的时候，趁着还有一丝光亮，在天花板上看到了另一行字。天花板上？没错，一山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天花板上写着：真正的规则已经被颠倒。我一愣，颠倒？也就是说，一山点点头，想要走出这个库房，其实就得往回走。一山的话如同晴天霹雳，砸在我的头顶。怎么可能？面对我的质疑，他轻叹一口气：你还记得吗？考官说他会在关卡的尽头等着我们，可他自己的路线却是原路返回。他可是考官，不用和我们一样闯关。我摇了摇头，他或许有便捷的通道可以走。你的猜测也有可能。他轻轻嗯了一声，但我更倾向于通关的路就在我们出发的原处，这也能和天花板上的提示互相佐证。而且还没等我接话，他摆了摆手，紧接着向我提出了问题：你有没有发现，越是往前，这里的路就越是难走？没错，我感觉几乎快走不动了。这是因为我们正走向一条不归路。一山泛起一丝苦笑，其实这一关考验的根本不是执行力，而是观察力。黑暗之中，我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。我站在原地犹豫了许久，到底是继续往前走，还是选择相信一山的话？一边是考官的指引，一边是刚刚共患难过的伙伴。要命的是，我进门的时候确实没有留意过天花板的位置。这里的楼层很高，不把头仰到最高，压根看不到头顶的景象。
如果当时我仔细观察过，现在就能分辨出一山话里的真假。可惜并没有如果。这场考验涉及生死，倘若我选错了，迎接我的一定是万劫不复。眼看我迟迟不动弹，江子玉催促起来：“不能再耽搁了，这里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了，我几乎感觉寸步难行。”我试图抬了抬脚，确实如他所说。见我还是做不出决定，他叹了口气，往后退了一步。这里刚好在整个库房的中间，再不做决定的话，就算回头可能也走不出去了。如果你不愿意跟我们一起的话，我们就先走了。紧接着我就听到急促的转头声，他们的手同时从我的身上抽开，双脚与地面缓缓摩擦，和我渐行渐远。黑暗中我不敢扭头，只能怔在原地默默踌躇，脑子里仿佛有两个小人在吵架，双耳灌满了嗡嗡声。眼看双腿渐渐被疲惫感包裹，我得尽快做出决定，继续向前或者原路返回，到底该做出什么选择？在我即将被焦急的情绪彻底淹没时，一个新的念头突然涌上我的心间。不对劲！在之前的对话里，我一直被局促不安的氛围影响，全程被依山和江子玉牵着鼻子走，下意识把这个事件看成了一场信任的对抗。到底是该无条件相信考官，还是相信同伴？因为我本身掌握的线索不足，所以没法自己做出判断，只能选择其中一方，用性命去压住。可当我自行展开思考的时候，才猛然发现，我获取信息的渠道其实并不是来自两方，而应该是三方：喇叭声、考官、同事。在这三方里，喇叭声总揽着全局，布置了规则的大框架，可以说直接左右着我们的生死。他的每一句话，甚至每一个字，都未曾出过错，也没有迷惑员工的痕迹。至少以我的视角，喇叭是必须相信和遵循的，可以称之为底层逻辑。而考官则狡诈得多，从第一关开始，他就不断在细化的规则里埋藏陷阱，有意无意地说出一些危险的真话。他的话要听，但必须警惕地听。至于同事，则是与我处境相同的人群，暂时没有利益冲突时，是彼此视觉和思维的延伸，能共同探寻线索，思考通关的方法。如此一来，一条规律已经明晃晃摆到了我的面前。后两者，也就是考官和同事之间，可以出现分歧，可以出现信息间的矛盾点，甚至可以尔虞我诈，但必须建立在遵循喇叭总规则的前提下，否则整个公司规则的逻辑都将被直接推翻。什么考验，什么秩序，什么求生，都将成为无稽之谈。而依山刚才却直接告诉我，这一关考验的根本不是执行力，是观察力，显然和喇叭宣告的主题相悖。他们的所谓新发现，已经跳出了整个公司规则的框架，破坏了思维链条的底层逻辑和前提条件。比起跟上他们的脚步，我更宁愿相信所谓的天花板提示是一个谎言，甚至很可能他们俩根本就没出现在我的身后，一切的一切都是关卡营造的幻觉，只为了让我在纠结中回头并淘汰。想到这里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再也没有半点犹豫，拼尽全力迈开步子，继续朝第二扇门的方向前进，直到筋疲力尽，我才终于触摸到圆滑的木把手，猛地推开，一束光打到了我的脸上。我跌跌撞撞走进了第二间库房，里面零零散散已经站立着7、8道身影，包括之前蛊惑过我的依山和江子玉。一番交谈后，我知道了他们的遭遇。果然，每个人都和我一样，听到了前一关同伴的呼喊，并被灌输了同一套说辞。只有坚守规则，绝不回头，才有资格走到第二间库房。一旦动摇，哪怕只是扭头轻轻一瞥，也会被永远留在那里。设置这场游戏的幕后主使者可以说是十分狡诈，哪怕来到这里的人都是经历了2关残酷筛选的精英，18个人里也只有14人顺利通过。第一道考验彻底落幕，我们身后的木门缓缓闭合，浮现出第二条库房铁律：禁止闭眼。这一次的考验就要简单粗暴得多。走到一半时，档案柜里会刺出几十根钢针，仿佛有跟踪定位的作用，直直朝着每个人的双眼飞去，速度极快，难以抵抗。不论摆头还是转身，都没法将他们甩掉。感受着来自尖锐针头的压迫感，眼看着他们越来越近，每个人都会本能的想要闭眼躲避。可规则摆在眼前，必须克服内心的恐惧，迎着针头往前。而这些钢针其实并无实体，在接触到眼球的一瞬间，就会被撞散成烟。若是胆子小些，很可能就会因为下意识的闭眼动作，直接被淘汰。趋吉避凶是动物的天性本能，自然也包括人类。但好在能走到这里的，无一不是心智坚定者，竟罕见的全员通关。我们一起推开了第3扇门，门后写着最后一条库房铁律：禁止行动。看到这行文字，我彻底懵了，完全没有过任何心理准备。哪怕经历了前面2次考验，我已经非常笃定，这一关要做的就是无条件服从门上的规则，坚决执行。可真正看到最后这一幕的时候，我还是没有绷住。好家伙，连行动都彻底禁止了，所有人都只能像木头一样站在原地。那谁能去推开最后一扇门？总不能永远就待在这个库房里吧？一系列疑问涌上了我的脑袋，
我忍不住想要挠一挠后脑，却还是死死定在原地，不敢向前半步，连五官都不敢动弹分毫。就这么沉默了很久，才终于听到有人小声开口询问，打破了寂静。我们该怎么办？虽然没人回应他，但所有人都松了口气。他没死，说明脸部小幅度的表情变化以及说话是规则允许的。我急忙把目光转向依山和姜子玉，向二人递出了话：你们有什么头绪吗？两人沉默片刻，给出了相同的回应：完全没有。时间慢慢流逝，不知不觉，我们竟在库房里站立了接近20分钟，一动不动，甚至连姿势都不敢贸然更换，说话也只能用最小的幅度，生怕触犯了铁律。可这样下去，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。因为长时间保持同样的姿势，我的手脚肌肉都出现了酸痛的现象。再不想出逃生之法，总会有坚持不住的时候。最关键的是，在这样的规则束缚下，我们该如何到达通关的彼岸？一个个问题困扰着我们，商量了很久也给不出结果。除了某个幸运，一开始就靠着墙壁能够轻松一些，其他人早已在支撑不住的边缘。谁也不知道多大的动作幅度会被判定淘汰，谁也不敢来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无奈之下，我也只能屏住呼吸，继续默默坚持。直到过了半小时，库房里才终于出现了变化。一道火光突然从前方燃起，迅速铺开，化作一条横向的火浪。炽热的红光打到我的脸上，空气都被灼出了波浪。整个库房里的温度都在迅速攀升。这是要烧死我们吗？听着身旁姜子玉的喃喃自语，我也忍不住咽了口唾沫。这恐怕是规则在逼迫我们尽早做出破局的举动。一山解释道，或许可以算是一种另类的倒计时。热浪慢慢推进，和我们的距离也在不断缩短。深红的焰火里蹦出许多零碎的火星，四处乱飘，落到我的脸上，烫得我疼到差点大叫出声。但为了尽量压低动作幅度，避免触犯铁律，我还是强行忍了下来。可一星半点的火花能忍，越来越近的成片火焰怎么忍？汗水顺着脸颊流到下巴上，所有人都无比紧张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时间的流逝，无可奈何。10秒、20秒、1分钟、3分钟，整个库房快被火海所吞没。仅仅用了5分钟出头的时间，火就蔓延到了我们所在的角落，根本没有多少思考的机会。局促逼仄的空间里，我能清楚地听到每个人沉重的喘息声。高温的炙烤，紧张的氛围，进退两难的局面，肉眼可见的死期，直到火焰终于碰到第一个人，局势骤然大变。他在受到灼烧的第一时间就发出了凄厉的惨叫，不停拍打身体，试图扑灭恐怖的火焰。可这火焰根本不听使唤，偏偏越聚越大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拼命往我们的身边跑，想要寻求帮助。然而他才刚刚跨出第一步，手上的腕带就闪烁起光芒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好似被一把无形的刀分割拆解，慢慢裂成了一块又一块，就这么零零落落坠到了地上，模模糊糊看不清人的形状。他被淘汰了。这场景触目惊心，恐怖的火焰也步步紧逼。这狭小的最后阵线简直成了我们的修罗炼狱。难题摆在眼前，现在不仅是烧脑，甚至可能会烧焦。但以火海的推进速度，留给我们挣扎的时间也不会超过1分半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眼看着脸上的皮肤都要被烫出孔来，我忍不住低声发问。不仅是询问同伴的意见，也是在逼迫自己尽力思索，找到破解的招数。面对火海的压迫感，就连一直沉着冷静的依山都有些不知所措，声音里满是压力。这一关的主题是执行力，非要去较真的话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照着规则的要求做，也就是坚决不动。听了他的话，我不禁微微皱眉，难道说只能眼睁睁等着被烧死吗？没办法，他摇摇头。我从始至终都在观察每一间库房，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。不过话刚说完，他轻轻啧了一声，猛地提问道：如果非要在淘汰和纵深火海之间选一个，你们会选什么？我沉默片刻，回到淘汰的下场我们已经见证了很多次了，一定会死，而且死得很惨。如果非要选一个的话，我宁愿面对结局未知的火海，虽然看起来也根本不可能是求生之路。一山点了点头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坦然面对火海吧。既然他要执行力，那我们就给他执行力。还记得上一次的禁止闭眼吗？他要我们挑战的，或许就是人类本能的惧意。姜子玉闻言，冲我们扬了扬头，除了刚才那个人以外，站位最前的就是我了。一会儿我先帮你们试试这个火海到底是什么成色，你们可以根据我的结果来推断生存机会。看着他坚毅果敢的眼神，我顿时觉得紧张都削弱了几分。火海很快就烧到了眼前，姜子玉站在比我们靠前的位置，最先沾染到火焰，赤红的火星密密麻麻地拍打在他身上，迅速染满了他的全身。刚刚飘起的火焰，眨眼间便蹿起1人高，把他淹没。我分明看到他的侧脸上满是烧痛的狰狞，牙关咬紧，浑身颤抖，腰背都快缩成一团。他却只是发出几声闷哼，忍耐了过去。自始至终没有过多改变姿势和动作。看着这残忍的一幕，我和一山都捏了把汗。不
不得不佩服他的胆魄和忍耐力，简直超越了我的想象。当然，这样的画面也仅仅持续了不到3秒，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，江子玉便彻底被火海吞没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不知道是不是化作了飘飞的炭粒，散进了滚滚浓烟中。到底是烧没了，还是过关了，我们无从得知。面对这样的景象，我也只能叹一口气，迎接火海的到来。高温迅速吞噬了我，把我裹进一片炽热之中，身边火红一片，几乎将我直接融化。浑身的疼痛叠加到一起，仿佛要把我活生生撑到爆炸。但我却不敢有丝毫的动作，只能站在原地，静静忍耐这一切。一旦挪动一小下，也很可能触犯库房的铁律，被当场淘汰。不管是被烧死，还是通关，这已经是我唯一的希望。刺鼻的浓烟里，我很快就无法呼吸，几乎不费什么时间，就走到了死亡的临界点。眩晕感狠狠砸在头上，就连张嘴的力气都没了。可我还是死死地定在原地，生怕倒下去。不知道这样的痛苦维持了多久，我终于在滚滚的浓烟里看到了一扇木门，骤然出现在我的面前。这一刻，我如释重负，甚至连推门的力气都没有，径直跌进了门里。刹那之间，我瞥见了门后有一道靠墙而立的人影，让我熟悉无比。那是江子玉。我过关了，恭喜各位完成考验，晋升为 K9 经理。目前存活人数12人。在7楼的尽头休息半小时后，喇叭声终于再度响起。不得不感慨，能在这样残酷的挑战中连续存活的人，都不是泛泛之辈。18个人进入7楼档案室，竟有12个人活着出来了。虽然看起来都相当狼狈，但这样的生还率却是3关里最高的。接下来，请各位前往9楼集合，迎接第4次晋升考验。这一次的主题是观察力。不同于其他楼层的工作环境，9楼是公司的茶水间。考官斜躺在沙发里，慢悠悠品着红茶。见我们到来，甚至优雅地比出一个请的手势。各位，欢迎来到茶水间。想要在这里存活，请最大程度发挥你们的观察能力，或者说信息收集能力。你们需要用5分钟的时间，记住这里的场景、桌子、椅子、沙发、脚垫等，当然不包括我。5分钟后，自行凑出3人一组，重新进入茶水间，在几乎完全一致的场景里寻找唯一的变化或者不同点。每人仅有1次指认机会，若是同组的3人全部指认错误，则判定为失败，全组共同淘汰。若在3次机会之内找出变化，全组共同通关。请不要有任何迟疑，倒计时已经开始。我一边听着考官慢条斯理地讲述规则，一边消化着其中的内容，直到听到最后一句，我才猛然一惊。一扭头，在他的身旁看到一个正在倒计时的挂钟，剩余的时间已经只有4分20秒。考官讲述规则的时候，倒计时居然已经悄然开始，足足被他浪费了40秒。所有人都暗骂不好，甚至来不及拉人组队，就开始紧锣密鼓的观察，巡视着茶水间里的每一个角落。我正想加入记忆大军，一旁的一山却突然拉住了我和江子玉。2位，你们足够信任我吗？3道眼神一交汇，我们顿时领悟了一山的意思。这一关，他还想和我们组队。若是能提前确定队友，把茶水间明确地划分成3个区域，各自负责一部分，将比每人都各自观察一整遍要细致得多。同一个点位的停留时间将大幅延长。但唯一的缺陷就是另外2个区域自己将一无所知，可以说是把性命交到了彼此的手中。一旦队友出现问题，连补救的机会都没有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回想着一山和江子玉在前面的发挥，几乎没有任何迟疑，迅速点了点头。他们2人的表现足够让我放心交出后备。经过简单沟通，一山把茶水间分成了左中右3个区域，江子玉负责最左边，一山负责中段，我负责靠右的一侧。每个人都能专心致志，主攻一块较小的范围。接下来的4分钟就是和死神赛跑的时间。其实总体看过去，整个茶水间也算不上多大，只看右侧区域的话就更显狭小，但需要记忆的细节非常之多。我们根本不知道公司的考验会到多么细致的程度，4分钟后见到的场景和现在会有多大的区别，是和平常玩的找茬游戏一样，远远一看就非常显眼，还是把变动藏在了极其微小的地方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以之前机关考验的难度来看，应该是后者，所以每一寸角落我们都不能放过。透明的玻璃茶几上有11块淡黄的茶渍，木地板上的纹理朝什么方向旋转，座椅上的花纹呈现着怎样的图案，甚至包括窗帘的褶皱、花瓶的储水量、电线的长短、壁画的署名、吊顶的高度等因素，全都要考虑在内。这一系列要点都必须如同打印机一样刻入我们的脑海，争取做到1比1地还原。而我们的时间只有4分钟，我发誓，这是我人生中最短的4分钟，不够用，根本不够用。10几道身影在茶水间里不停忙碌，看得出来，每个人的神色都异常紧张。那么多张脸，挤不出半个笑容。每每有人路过我的身边，总能听到一些模糊难辨的喃喃私语。
大家似乎都有自己的方法去记忆身边的画面，有人数着数字编号，有人用着联想记忆，还有人念叨着我根本听不懂的语言。在这里，焦虑仿佛变成了有传染性的毒气，在我们的身上互相传递，甚至愈演愈烈。好在我们已经提前做好了分区，我可以心无旁骛地对着同一块区域，一遍又一遍重复观察，直到4分钟彻底结束。在叮铃的响声里，考官比出了一个请的姿势。我最后恋恋不舍地回头看了一眼，只能悻悻走出房门。侧身的时候，我看到紧闭的窗帘缝里流出了一抹极浅的阳光。公司大楼的外面似乎天气不错，生机勃勃。我的心为之一振，一想到外面多彩的世界，我就更加坚定了求生的信念。我相信，只要规则里留下了生机，我们就一定能活着走出去。这一关也不会例外。走出茶水间后，考官命令我们自行分组。12人里有2队是曾经同组的伙伴，迅速走到了一起。剩下的6个人则在简单取舍之后，随意凑出了2个组。所有人站定后，考官把第一组人重新领进了茶水间。我们9人则在屋外静静等待。足足等了5分多钟，茶水间的门才终于再次打开。可出来的却只有考官一个人。他随意丢出几条染着血的腕带，拍了拍手，又扶了扶衣角的血痕，轻轻笑道：“下一组。”看着地上的3条腕带，所有人都变紧张了。好歹也是连过3关的同事，绝不可能存在什么庸人，个个都是思维缜密，胆大心细。3人同力，却直接团灭，不禁让我们的心里升起浓郁的担忧。这一关的难度看来真的不小。紧接着，第2组也被考官带进了屋。同样的5分钟，同样的等待，走出来的依然只有孤零零一个人。3条沾血的腕带再次被扔到我们脚下。我咽了口唾沫，看向一墙之隔的茶水间，不自觉的有些恐惧。这里面是吃人的魔窟吗？出人意料的是，第3组竟没有重蹈前2组的覆辙，他们仅仅用了3分半的时间，就从茶水间里活着出来了。即使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惊讶和后怕，也无疑给了我们不小的信心。这一关虽难，但绝不是无解的死结。随后考官摇着脑袋，示意轮到我们。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我们一同走进了茶水间。一眼望去，熟悉的布局，熟悉的摆设，熟悉的器具，气氛依旧压抑，窗帘把外面遮得严严实实，昏昏暗暗，让人坐立难安。接下来，你们有2分钟时间观察现在的茶水间，寻找出唯一的变化，或者说不同点。考官挥了挥手，示意我们自由行动。2分钟结束后，我会通知你们来门口集合。后续的时间里，你们每人有1分钟的时间，指出自己心中的不同点。答对则全员晋级，答错失去机会。3人全都答错，你们就可以把血肉都留在这里了。他慢悠悠地说完，便倚靠在身边的墙壁上，开始闭眼小憩。看着一旁早已开始流逝的倒计时，我不禁暗骂，又是同样的招数，这个考官真是擅长浪费我们的时间。回到茶水间右侧区域，我开始寻找记忆中的每个细微元素。这一关和我们设想的难度差不多，从整体上看，压根看不出2次进入的茶水间有任何区别，几乎完全一模一样。所以真正的谜底肯定藏在肉眼难辨的地方。我根据脑海中罗列的几个重点，一个个排查过去。茶字、木纹、褶皱，可越看得多，就越是汗流浃背。所有一切我认知里的细节，全都一模一样。我分不清这是因为我确实疏忽了，还是变化确实不在我负责的区域。但我不敢有任何怠慢，哪怕苦寻无果，也依然一直在翻找。2分钟的时间转瞬即逝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最终带着一份白卷走向了门口。即将汇合时，我悄悄凑到一山、江子玉的身边，轻声说道：“我这边没有任何发现。”一山闻言推了推眼镜框，我负责的区域也和之前完全一致。听完我们俩的话，江子玉愣住了，他瞪大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们俩，紧接着说出的话让我们瞬间如坠冰窟。可是我那边也和之前完全相同，完了，这是我脑海里第一个蹦出的念头。3个人没有一人找出答案。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，就是3个人一起交了白卷。这下子我终于明白了前2组在屋里受到了怎样的煎熬，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第3组明明都顺利通关了，脸上还是写着难以置信和恐惧。我没有怀疑过一山和江子玉的能力，但很明显这一关的难度远超我们的想象。更要命的是，因为我们自作聪明地分成了3块，现在连互相纠错的机会都没有。每个人对于自己未曾涉足的区域都处于绝对未知的状态。死定了！耳畔传来一声细细的轻语，一直沉稳的衣衫竟然颤抖着呜咽出声。考官看着我们慌乱的表情，似乎极其满意。他指了指我的方向，1分钟倒计时，你先说。看着他戏谑的笑容，我的脑袋一阵发懵。说什么？怎么说？我什么都没找到啊，压根没有答案，该如何答题？这一刻，我仿佛回到了多年前上学时的考场，肚子里没装下任何知识，只能看着考题干着急。
我紧张的左右摆头，试图从脑子里晃出点可能的答案来。而这一次，说不出答案的后果是死亡。接下来的1分钟，我陷入了一片茫然，不断在脑海里回忆着茶水间的布局，把2次进入所见摆在一起对照，却依然毫无收获。无论我怎么回想，怎么比较，分明都是完全一模一样。若是只有我这么觉得，也就算了，但偏偏我们3个人都这么觉得。靠！我忍不住吐出了脏字，却也无法消解这样的情绪。直到倒计时彻底结束，无可奈何之下，我只能随便指了一杯水，希望撞个运气。水杯里的气泡和上一次不同。考官闻言哈哈大笑，错了。他摸了摸下巴，重新开始倒计时，指了指一山，轮到你了。一山咬着牙，转头看了看我，心里估计也是万念俱灰。踏过了这么多危机，恐怕他也没想到会栽在这看似平平无奇的一关上。漫长的等待了1分钟，他最终还是没有想出答案。和我一样，随便指了个地方。茶水间里响起了考官的嘲笑。下一个。最后，他把手指向了江子玉。一眨眼，他成了我们最后的希望。可通过刚才的交流，我们早已经提前知道了他的结果。不知不觉间，绝望笼罩在整片天空之上。我和一山都低垂着头，为自己的表现感到不甘、气愤，又没有半点办法。江子玉则眯起眼，抿着嘴，似乎在做最后的挣扎。他的眼神不停向上瞥，不知道在思考些什么。我和一山不敢打扰他，只能默默等候。眼看着倒计时即将归零，可就在考官斜咧着嘴，即将宣判超时的时候，江子玉猛地抬起了头。他从思考的状态中清醒过来，双眼放起了光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忍不住握紧拳头，死死盯着他的嘴巴，想听听他会说出什么。他有发现吗？在3双眼睛的注视下，江子玉长长吐出一口气，冲着我们微微一笑。我想我已经发现了2次茶水间真正的变化所在。听他这么说，我和一山的心脏几乎都蹦到了嗓子眼，就差跳到外面。紧接着，他微微一笑，走到了茶水间最边缘的位置。不得不说，这一关的谜底藏得非常好，真是很难想到。说完，他轻轻掀开了一直紧紧关闭的窗帘。窗外乌云连绵，天色暗沉，因为真正的答案其实在大楼的外面。考官得意洋洋的笑容突然停住了，慢慢变得有些僵硬。倒计时在此时也刚好走到最后1秒。看着他那极度吃瘪的表情，我们顿时松了口气。江子玉选对了。好不容易卸下心里的石头，我几乎浑身瘫软，直接跌坐到了地上。复杂的情绪如同冲开了堤坝，总算是奔流而走。眼下最大的威胁终于烟消云散。见状，江子玉也擦了擦额上的汗，跑过来把我们2人扶起。好险，一直到最后一刻，我才找到问题的关键。茶水间里的几道窗帘完全是迷惑我们的障眼法。我们光把心思放到了窗帘本体上，去记忆褶皱、记忆叠痕、记忆颜色，却没留意过窗外的风景和天气有没有出现变化。事实上，场景里能获取的一切信息都算是场景的一部分。从晴天变成了阴雨天，这就是身处茶水间能感知的唯一变化。听完他的话，我恍然大悟，突然想起了被我漏掉的一些细节。第一次进入茶水间，尚有几抹倔强的阳光顺着窗帘的狭小缝隙溜进屋里，可第2次进来就只觉得昏昏暗暗，氛围压抑，根本没有阳光。而这也正告诉我们窗外天气的不同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禁狠狠拍了拍自己的脑袋。明明答案就摆在眼前，却直接绕路而行，这就是公司规则的诡计。生机总出现在意料之外。要是队友不够给力，这一关迎接我的多半也只有淘汰。恭喜各位完成考验，晋升为 K10 总监。目前存活人数6人，真是残酷又激烈的晋升之路。恍恍惚惚地走出茶水间，熟悉的喇叭声又一次出现。4关过去，当初的99人已经只剩下6人。放眼望去，整个公司里躺满了累累白骨。但我始终没有忘记，只要晋升到 K12 的职级，就可以安全离开这里。而现在，我们已经走到了 K10。接下来，请各位前往10楼集合，迎接第5次晋升考验。这一次的主题是决策与应变。爬上10楼，我们在一间庞大的会议室里见到了第5关的考官。他斜躺在主位上，双脚靠在桌沿，没说一句多余的话，直接介绍起了这里的规则。这里是10楼会议室，请6位自发组队，分成2组，分别前往左右2侧的电梯口。通关规则很简单，哪边先坐上电梯，全员同时抵达13楼，哪边就算赢了，输的一方就地淘汰。这一关里禁止攻击对方成员，也禁止干扰对方行动，请公平对决。说完之后，便悠哉悠哉地闭眼睡起了觉，只留下一头雾水的我们。所以这一关是竞速赛，可竞速的内容也太儿戏了吧？就比谁电梯坐得快，这不是扯淡吗？虽然心中有万分疑惑，我们还是尽快摒除了杂念。事到如今，不管规则到底有多离谱，还是先执行为妙。
我们三人熟络的组队，抢先选择了会议室左侧的电梯口，走了过去。每一侧电梯口均有2台并排设立的电梯。面对2选1的情况，我们没什么头绪，只能随便选了其中一个，钻了进去。站在电梯里，我们才终于体会到这一关的诡异之处。因为无论我们如何折腾，按钮13都始终暗淡无光。别说13了，就连12和11也上不去。看着纹丝不动的电梯，我有些不解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姜子玉扭了扭脖子，在电梯里扫了一圈，果然，规则绝不可能像描述的那样简单。一山则是招呼我们赶紧开门，走进旁边的另一台电梯。又遇到了同样的情况，楼层的按钮分明就摆在那里，却无论如何都激活不了。除了干瞪眼，没有任何办法。会不会是哪里藏着什么机关？姜子玉灵机一动，发动我们在电梯内部寻找。可我们把梯箱上上下下全部摸了个遍，也没能找到任何不对劲的地方。太奇怪了。一山捏着下巴，眉头紧皱，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电梯上升呢？毕竟是竞速关卡，我们一边探索的同时，也一边伸出脖子观察着会议室另一侧尽头的情况。那边同样是2台电梯，看样子也是动弹不得。3个人站在电梯口，琢磨了很久，也一筹莫展。这样摸不着头脑的考验，简直让人困扰。我试图跑去考官旁边询问更多线索，他却始终闭着眼睛，悠哉悠哉，没有任何应答和提示。面对这诡异的局面，我们彻底傻眼了。通关条件倒是简单明了，可电梯完全不动，该怎么办？为了打破僵局，一山提出了几个试验，让我们一一照做。2个人进电梯，1个人进电梯，左右电梯各1人，都没有半点反应。直到我们尝试1个人进入左边的电梯，另外2个人进入右边的电梯，电梯终于出现了变化。只有1个人的电梯居然可以按亮11这个按键。虽然距离目标还差得挺远，但这无疑是从无到有的飞跃。我激动地冲出电梯，把这个消息告诉一山和姜子玉。可就在我们一起重新进去查看时，按钮11又变灰暗了。无论如何也没有反应，就好像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邪门，太邪门了！面对这极其诡异的一幕，我简直束手无策。难不成是我的幻觉？好在接下来，姜子玉和一山也轮流换人，分别进行了刚才那个测试，证实了我看到的一切，并总结出了一个结论：这2台电梯之间似乎存在某种联系。其中1台电梯里站着2个人时，另外1台电梯里的人就可以按到11。一旦这边的2个人撤掉，那边的电梯也会回归死机状态，停止运行。这个规律有什么用呢？我挠了挠头，感觉脑细胞都要烧坏了。既然发现了特殊规律，那它一定是有作用的。但只能送1个人上11楼，对于竞赛的结果来说，又毫无意义。这个小规律背后一定有着一条更庞大的法则。可是无论怎么观察，我都难以将其看穿。这难道是一道数学题？姜子玉也同样苦着脸，用手指在衣服上画着一些看不清的数字。我们就这样一边想，一边继续实验，足足持续了5、6分钟，也没有任何新进展。直到一直沉默不语的一山突然摘下了眼镜，狠狠地拍了拍自己的额头，紧接着冲到我耳朵里的是他兴奋的声音。我想明白了，原来这么简单。你想出了什么？我和姜子玉一起看向他，忍不住发问。一山笑着摇摇头，指了指电梯，是配重的问题。配重？什么意思？他解释道，影响电梯能否上升的因素，其实是2台电梯承载的重量。这样说你们可能听不明白，那我就讲得通俗点。这2台电梯一左一右，可以被看成一架天平。天平你们都见过吧？哪边更重就会下沉，哪边更轻就会上升。它们也是一样的。当左边的电梯比右边的电梯沉，右边的电梯就能达到更高的楼层。所以当我们2个人聚在同一台电梯里的时候，另一边的电梯就能顺势上升，爬到11楼。听了他的理论，我恍然大悟，真是当局者迷。如此简单的现象，我们守在电梯门口都没有总结出来。随后，为了验证这个猜想，一山和姜子玉又一次进入其中1台电梯，而我则站在另一台电梯门口。我没有进去，而是把手伸了进去，放在按钮上。这一次，不仅11能亮起来，12也终于有了反应。1个人的重量差不多对应了1层楼的高度，2份重量就能把空电梯翘起来2层。电梯之间配重的差值等于可以上升的楼层数量，而3加3等于6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只要能在其中1台电梯里放上大于6个人体重的物品，就能把我们3个人一起送上13楼。看到实验成功，我们3人都欣喜若狂。通关的原理已经牢牢握在了手中，接下来只剩把它实践出来而已。想让其中1台电梯装满重物，我们的目光也只能投向中间的会议室。里面除了一张搬不动的巨型长桌，还有30来张木椅，满足我们的重量需求，简直轻轻松松。为了不泄露情报，我们小心翼翼地踱步到会议室的边缘，开始偷偷摸摸地搬椅子。可让我们没想到的是，走到会议室中央后，我们竟迎面遇上了另一组的3人，而他们的眼睛也直勾勾地盯着这里的木椅。
眼神交汇的瞬间，我们都明白了各自的意图，他们也破解出规律了。快抢，快抢，快抢！江子玉接连高喝3声，我们顿时火力全开，抓起身边的椅子就往电梯里扛。对方居然也在同样的时间找到了通关的方法。接下来就真的变成纯粹的速度竞赛了，哪边搬椅子的速度更快，哪边就能赢下这一关。求生的本能让肾上腺素飙升，我抓起其中一把木椅，风一样的朝电梯里奔去。搬到一半时，一山抓住空隙，进行了一次简单的估算，想要把我们3人一起送上13楼，需要 18.1 把木椅，也就是说18把椅子会差一点，必须19把椅子才能达到要求。而整个会议室里刚好摆放着38把椅子，其中一张被考官所霸占，没法拿走，所以可供搬运的椅子仅有37把而已。也就是说，无论谁快谁慢，都只有一方有资格登上13楼。我们一边观察着对方的椅子数量，一边拼命往返在电梯口和会议室之间。风一样的奔跑让我们粗气直喘，但也一刻不敢怠慢。可最让人绝望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明明是同时开始的行动，对方的速度比我们快了半步。当我们刚搬完18把椅子，还差最后1分重量的时候，对方却已经在搬运最后1把椅子的路上跑到了触手可及的地方。很显然，他们3人里有一个运动能力超标的人，比每个人的搬运速度都快上了1丝，从而积累出了这半程的领先。会议室的中央地带和电梯口隔着不短的距离，除非爆发出博尔特一样的速度，否则我们根本不可能追上他。完了，我听见身旁2位同伴的呢喃，他们的瞳孔微张，此时倚靠在电梯门口，像是彻底放弃了挣扎，等待死亡的到来。我看着堆满木椅的电梯，突然眼睛一亮，生出了一个新的主意。别急着放弃，竞赛还没结束。2人先是愣住，随后疑惑地看着我。我来不及向他们解释，因为对方的最后1把椅子已经在搬运的路上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直接脱下了我的皮靴，又顺势甩开了棉外套，解下了腰带。他们俩顿时明白了我的想法。我们离最后的胜利其实也就差 0.1 把椅子的重量，约等于4斤。这点重量根本不需要再来1把椅子，从我们自己身上凑就行。此消彼长，只要我们从身上削掉2斤负重，扔到负责承重的电梯里，就能刚好达到目标。于是江子玉的高跟鞋和项链，一山的金属皮带和钢笔，统统被扔进了负重的电梯。为了争取最后的生机，我们的动作极快，直到一山脱掉厚重的牛仔裤，只留下秋裤在外时，另一台电梯里的13终于亮了起来。我们比对方早了半秒的时间合上了电梯门，在开门时带着电流音的喇叭已经打开。恭喜各位完成考验，晋升为 K11 总经理，目前存活人数3人，距离 K12 职级仅有1步之遥。接下来请走到13楼走廊的尽头，在那里迎接最后一关。我们齐齐松了口气，并肩走向了最后一扇门。13楼的尽头居然只有一个很小的房间，里面摆着一张长桌，长桌后坐着一个打扮得体的中年人，和之前机关的考官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。他抚摸着下巴，玩味地看着我们。恭喜各位来到终局对弈的环节。事实上，已经很久没有人能闯到这里了。还没等我们回应，他便自顾自地耸起了肩。公司晋升的难度有多大，我是十分清楚的。想走到这里，毅力、智慧、勇敢、默契，甚至运气，缺一不可。但是很可惜，接下来这一关，你们终究是要自相残杀了。同生共死的伙伴激烈争斗，真是让人期待的戏码。看着他搓手的模样，我不禁升起一丝厌烦。可是故意伤害同事，是公司规则明令禁止的。他显然猜到了我会说这样的话，撇了撇嘴，继续解释道：规则也有例外。K12 这个职级相当特殊，可以说是整个公司的掌控者，所以只设置了1个名额。但你们这里足足有3个人，所以接下来让我来告诉你们怎么成为那唯一的幸存者。你们听过俄罗斯轮盘赌吗？我这里有一把左轮手枪，它的弹槽里能够容纳6发子弹，但是现在我只往里放了1颗，然后随机旋转，那颗子弹到了第几发的位置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接下来你们需要轮流拿起这把枪，对准自己的脑袋或者身旁某位同事的脑袋，砰地开出1枪，循环重复2圈，正好射击6次，每一发都可能让你脑瓜穿孔，也有可能放出空枪，这得看命。你们或许会害怕射击别人的举动将算作自相残杀，会被淘汰，但是放心，我可以给你们1次赦免权。如果你第一次射击他人就打出了10弹，精准淘汰对方，那你便获得赦免，不被追罚。反之，你要是对着同事打了空枪，那被淘汰的人就会反过来变成你本人。第一轮轮盘赌结束后，若剩余人数仍然大于1，则剩下的人会被抹除记忆，重新进门，开始第2轮，直到幸存人数等于1为止。概率、运气与人性的碰撞，这就是最后一关的魅力。我宣布，赌局正式开始。听完他的介绍，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最后一关竟是如此简单粗暴的一场赌博。这样以性命为赌注的轮盘赌法，
我曾在电影里看过，但关于这个玩法详细的概率学分析，我早就忘了个一干二净。我忍不住瞥向一旁的一山，若要问我们三人里谁最有可能精通概率与数学，恐怕也只能是他了。他们两个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？第一枪由姜子玉来开，6发容量，1枚实弹，第一次就幸运抽中的概率是最好计算的，17%，也就是说，射击自己有83%的生还概率，而射击别人就很容易打出空弹，生还的概率会直线下降。公司规则和赦免权法则相互制衡，只有确保一发入魂，才能把枪口对准别人。但凡是个正常人，这一枪都会瞄准自己。不出我所料，他举起手枪，对准自己的太阳穴，扣动了扳机。清脆的啪声后，无事发生。第一发是空弹，手枪被转移到了一山的手中。一山没有半点迟疑，也当即抬手朝向了自己的头。第二发也是空弹，手枪落到了我的手里。简单思索之后，我还是选择了射向自己。紧张的空气里传来脆响。第三发还是空弹，唯一的实弹至今没有出现。这个游戏越往后，打出真枪的概率就会越高。3发打完，手枪又一次回到了姜子玉的手中。这一次他不再如之前果断，而是反反复复思考了很久。我能够听到他沉重的呼吸声。桌子对面的中年人倒是不急，一直玩味地看着我们，静静等待。过了许久，姜子玉终于抬手，他又一次选择把枪口对准了自己。熟悉的脆响再度响起。第4发还是空弹，悬念落入一山的手中，弹槽里还剩1发实弹和1发空弹，仿佛硬币的正反面供他选择。我咽了口唾沫，猜测着他的想法。概率已经到了对半分的地步，他会选择继续射击自己，还是搏一搏，杀死别人？事到如今，生与死的概率已经一样了。如果他要射击别人的话，会想杀掉谁？我还是姜子玉？看着他纠结的脸庞，我的心也仿佛被紧紧揪住，紧张、压抑、痛苦、犹豫，拉扯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神经。如何活下去？谁会活下去？这些问题实在太疯狂了。沉默了很久，一山最终选择了射击自己。他紧闭着双眼，浑身紧缩，扣动扳机。那一刻，我们的呼吸都近乎停滞，直到听到一声清脆的响声。第5发也是空弹。我瞪大眼睛，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，双手止不住的颤抖，甚至连枪都拿不稳了。弹槽一共只有6发，前5发全部打空，也就是说，最后1发一定是实弹。命运仿佛眷顾到了我的身上，所有人的生死都汇聚到了这一枪上。场上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，死死盯着我的右手。我拿着这把左轮，迟迟没法行动。射击谁？最后1发实弹，射击自己是必死的局面。击中别人，则100%获得赦免权，不会被规则给淘汰。也就是说，我现在可以稳稳地淘汰姜子玉和一山中的任意一人，开启第2轮。但我真会这样做吗？我不禁抬头看着桌后的中年人，看着他那淡然的表情。我开始不停地回忆一路走来的所有细节，我想要找到所有人一起活下去的生机。我仔细回忆着喇叭宣布的每一条规则，回忆着中年人讲过的每一个字，回忆着前面5个关卡的通关经验，甚至对比了一下喇叭声和它的音色。显然，二者并非同一个人，但这些又有什么关联呢？我看着他悠哉悠哉的姿态，一只手随意摆动，玩弄道具，另一只手却一直放在桌子后面，从没有拿出来过。这又代表着什么？随着一幕幕画面浮现在我的眼前，我的呼吸越来越急促。我感觉真相就在我的眼前，却始终差一步才能抓住。中年人显然察觉到了我的异样，忍不住轻咳一声，催促我道：“我知道你们生死情深，但时间快到了，尽快做出选择吧。”我死死盯着他的眼睛，却发现他竟有一些本能的躲闪反应。这一刻，我明白了。我抬起枪，在一山和姜子玉震惊的眼瞳中，把左轮手枪对准了自己。我把脚踩到长桌上，抓住了中年人眸子里一闪而过的慌乱。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。扳机扣动，第6发仍然是空弹。这一关没有任何人淘汰，更不会有任何人被枪杀。我们3人终于卸下了所有的压力，而一直自信满满的中年人却如同中了雷劈，躺倒在了椅子里。一山不可置信地看向我：“你怎么敢做出这样的决定？”姜子玉也把嘴巴张得老大：“你怎么知道枪里没有子弹？”我深吸一口气，捏了捏仍在颤抖的手，笑着解释：“还记得我在第3关时跟你们交流过的思路吗？我始终坚信，喇叭所交代的规则才是整个公司规则和考验的底层逻辑和前提条件，即必须遵守的事情。而我刚才仔细回忆了他和喇叭后那道声音，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。也就是说，他定的规矩仍然要被框定在基础规则之内，优先级不能高于喇叭传递的规则。可他所谓的赦免权，居然能凌驾在根本规则之上，反其道而行之。所以我猜测，哪怕他看起来地位再高、再自信，也不过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考官罢了，根本没有篡改原始规则的权利。
所谓的赦免权，压根就是一个谎言。在这一关，任他说的天花乱坠，我们也绝不能进攻同事，否则注定会被淘汰。而且，我怀疑，他甚至都不是考官。听到这里，姜子玉不禁咦了一声，那他是什么人？我轻轻一笑，从我们进来起，不管是介绍规则，还是拿出左轮手枪，他始终把右手放在桌下，从未展示在我们面前。你们看看自己的右手，或许就能猜到是为什么了。闻言，他们俩纷纷举起右手，都是猛地一愣。我们的右手上都佩戴着统一的腕带。此时的中年人已经狼狈地瘫倒，一山拽出他的手臂，果然发现了一根和我们一模一样的腕带。也就是说，他其实也是这场游戏的参与者。听完一山的猜测，我摇了摇头。不，这一轮游戏的100个参与者早就在1楼大厅里碰过面。他推了推眼镜，那你觉得？我深吸一口气，说出了我的答案。我想，他应该是上一次游戏的唯一幸存者，也就是曾经的 K12。规则第5条提到，成功升至 K12职级，便能顺利升缓，离开公司，甚至掌控公司。他或许选择了留下来，做了公司的掌门人。一山闻言，轻轻点了点头，原来如此。还没等他感慨完，中年人的腕带就散发出一股赤红的光芒，在我们3人的注视下爆裂开来，化作了零碎的血肉，扎在房间的各处。而被他一直压在身下的凳子上，居然刻了几行小字：终极对弈规则 ，K12 捍卫者，请尽情施展欺诈，让眼前的新人自相残杀。K11 挑战者全员生还，方可通关。果然如我所料，他的枪里自始至终就没有放过子弹，而他的任务就是蛊惑我们做出互相伤害的行为，触犯规则，迎接死亡。如果我们输了，他将继续坐在 K12 的宝座上，俯瞰整个公司；如果我们赢了，我们将成为新的 K12。恭喜各位完成考验，晋升为 K12 掌舵人。目前存活人数3人。一切尘埃落定，喇叭声不出意料地再度响起。接下来有2个选择摆在你们的面前：一、接管公司，吸收每一位新人的血肉，所有死去的新人都会为你提供养料，换作社会上的能量，甚至改造体魄的宝物。你们能以崇高的身份地位，自由行走在人间，享受 K12 职级给你们带来的一切，有悠长的寿命，无尽的财富，世人想要的一切，你们都将唾手可得。唯一的禁忌只有保密一项而已。当然，若有新人成功闯进终极对弈，你们也将和上一任捍卫者一样，面对新人的挑战。第2个选择则是离开，离开者将不会获得任何奖励，只能带着一身的伤痕出去。若你们3人全部选择离开，公司会因为失去掌舵者而倒闭，你们也将被公司永久诅咒，伤病缠身，霉运透顶，继续平凡的生活，甚至越来越像蝼蚁。如果选择前者，请乘坐电梯前往14楼，签署协议，并查阅公司的一切秘密。如果选择后者，请从1楼大门离开，这一次将无人阻碍。请3位慎重选择。宣告完一切，喇叭便彻底关闭，再没有半点声响。我们知道，已经走到了一切的终章。我扭头看了看一山和姜子玉，扭了扭僵硬的脖子，撑了个懒腰，想看看他们怎么决定：是留下来，享受长生不老、荣华富贵，彻底掌握公司的一切秘密，还是离开？而他们迎上我的目光后，又全都直勾勾地看向了我。至于我的心里，其实早已有了答案。我选择离开。姜子玉歪头一笑，我也选择离开。一山耸了耸肩，最后扶了扶他那早就变形的眼镜框，我也一样。我们相视一笑，互相搀扶着，慢慢下到了1楼。这一次，黑压压的枪管不再对准我们，推开大门，共同回归。这一刹那，公司大楼瞬间倒塌。相比于永无止境的压榨他人，做血腥丛林里的王，我更喜欢眼前这个有血有肉的世界。就让那吞骨噬肉的邪恶公司消失个彻底。虽然总会有更多人愿意站在金字塔的顶端，张着血盆大口，对着一茬又一茬新人垂涎欲滴，用他人的生命来填补自己的欲望，但那不是我心中的秩序，更不是我想要的活着。我想要的是门外的阳光，能供所有人平等呼吸的阳光，